栀子花扦插、水培或直播成活率都高，在幼苗期用这种混合式的方法严重。这种颗粒土含铁和微酸性，小苗生长特别快。这些都是种养3年的栀子花素材，到了9月份可以上盆制作成小盆景。栀子花喜阳光和潮湿的环境，地栽用这种加厚的膜把土盖住，草长不出来，下面的土是潮湿的。第一次栽种浇1次定根水，以后就全靠雨水补充。没有地养，掏盆种养也可以加快它的生长。种养栀子花要把握好几个环节：盆土疏松透气，土质微酸性，种养的环境阳光充足，有湿度。像这种小盆景，弄一个长方形的盆，里面铺上粗沙，浇上水，盆景放在里面，就可以保证它生长所需的湿度，而且可以诱导头生根，加快它的生长。这种方法特别适合阳台种养。栀子花现在有很多品种，买素材或盆景要分清品种。对那些原产什么国，最好是一笑了之。像这些栀子花已进行了第2轮直播，个别的苗还出现了叶形变异。要说原产地，这个也就是长沙寒坡山。玩盆景玩的是造型，所谓的原产地应该与你玩盆景没有半毛钱的关系。选择你喜欢的品种，把它培育制作成有自己个性的盆景，那才是看点。选了几个常见的栀子花品种对比一下，看看它们有什么区别。这2盆左边是青艺，右边是达摩。青艺的叶稍大，有点长，达摩的叶小而呈圆形。青艺的果实比较大，达摩的果实小，也是呈圆形。再看看这2盆，左边是青艺，右边是一寸法师。一寸法师的叶厚实，树叶的色泽深，果实也比青艺要小。除了栀子花，现在也出现了很多像这种小叶的树种。这个叶很小，马上就要开花了。小盆景造型一般选取小叶品种。我发过一期小叶火鸡的自主视频，从培育到成型用了不到5年时间。如何加快火鸡小盆景装材的培育？这里有个简单的方法。火鸡的萌发能力强，从小苗开始就要任其生长。像这些枝干，不要对它们进行修剪，把它们都当成牺牲枝利用。这是2年的素材，主干底端的粗度也达到3公分左右。像火鸡这种品种，把它们做成小盆景，先培育干，再去培育枝盘，是最快捷的方法。这个不是什么野草，小叶木槿。这种树重生性非常强，比较适合做微小丛林盆景。这是它开出来的花。唐枫与弓墙枫是一个品种，叫唐枫没那么绕口。唐枫最大的特点，枝节短，叶片格直。唐枫现在基本用于嫁接，加快它的成型。其实本地的三角枫通过控养，同样可以使枝节密集，叶片微小。小叶紫藤，这个品种主要是选择本地的紫藤老桩，尤其是弯曲变化的树根进行嫁接。小叶紫藤开发容易，嫁接后有很好的观赏价值。云南的盆景树种吸引人，像云南的荀子，叶小，枝节密集。但云南的树种有个最大的毛病，在异地种养对环境不适应，必须对它进行熏法。像云南黄杨，种了10几盆，熏发的时间都长达10几年。做小盆景缩短熏发的时间，可以选一些适合做小盆景的树种进行扦插。这是进行第2轮扦插的素材。扦插培育不会改变树的基本特征，但可以改变对原产地环境的依赖性。这个是已经扦插2年的荀子。
小叶迎春主要是做提根小盆景的，这个就是前面看到的小叶紫薇。小叶紫薇有几个花色品种，这个是开红花的，这种叶比紫花的要大，而且没那么密集。小叶紫薇生长比较慢，主要是枝干增粗的时间长。这种树的抗性强，很少有病虫害，而且种养十分容易，比较适合做提根小盆景。小叶紫薇最广泛的用途是嫁接，选择型好的当地紫薇老桩，用小叶紫薇嫁接后会有不熟的表现，就像这棵嫁接2年已基本成景。